年薪8万的我，给公司签下了4000万的大单。谢谢。你有没有兴趣来东盛？我们公司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年薪我可以给100万起。我精通8门语言：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但入职中和国际贸易公司3年，我简历上只写了一条：英语专业8级。感谢大家1年来的辛勤付出，展望未来，我们必将同舟共济，再创辉煌。Nächstes Jahr will ich allen Anwälten, die Deutsch sprechen, eine Gehaltserhöhung von 70% gewähren. 我听懂。林瑶，你听懂了吗？没有，我不会德语。也对，你就会个英语，年薪才8万，可怜。涨薪70%，我告诉自己跟我没关系。瑶瑶，老板刚才那句德语你肯定听懂了吧？70%，你怎么不举手？别闹，我不想暴露。你脑子有病吧？70%，你年薪8万，涨完就是13万6，你租的那个破房子连暖气都不好。郑总这招不错，反正全公司就德语组那几个人听得懂，等于只给核心团队涨工，其他人还以为你在画饼。画饼也要画得高级一点，用德语画，显得我有国际视野。是，像林瑶那种小翻译，一辈子也就值8万。下周东盛集团的项目派谁去谈？苏婉清吧，他德语最好。东盛的顾总据说很难搞，上次和宁达合作，把对方翻译骂出了会议室。林瑶，明天把上周的英文合同校对稿交给我。好的，郑总。3万字的英文合同，我在原翻译的基础上改了47处错误。原翻译是苏婉晴，但校对稿上不会出现我的名字，只会显示校对翻译部。苏婉晴从来不知道她的翻译稿被我改过，她以为自己水平很高。林瑶，你听说了吗？什么？下周东盛集团的项目，苏婉晴要去谈。听说了。东盛的顾总，你知道是谁吗？顾晨舟，32岁，东盛集团总裁，去年福布斯榜排了全国第98位，据说精通5门语言，脾气极差，上次把定达的翻译团队整个换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苏婉晴搞不定吗？搞不定也不关我的事。你这人吧，就是太能忍了。按理说这应该给西语组的人处理，但西语组的张浩今天请假了。林瑶，你不是说大学选修过一点西班牙语吗？这份供应商报价单凑合翻一下。我确实跟他说过选修过一点，实际上我在马德里住了2年，西班牙是我的第4母语。我花了15分钟翻完，故意留了2个不影响大局的小瑕疵，让它看起来像选修过一点的水平。林瑶，帮我把这些英文资料整理一下，我要准备下周东盛的项目。这不是我的工作。怎么不是？你是翻译部的人，我是你的组长，我安排你做事有问题吗？他上个月刚升的组长，管英语组和德语组。好，没问题。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你。对了，明天部门有个小会，讨论东盛项目的对接方案，你不用参加。我知道，你负责的都是基础校对，这种大项目轮不到你。我知道了。我在茶水间听到了，他凭什么这么跟你说话？习惯了。你就不能怼回去吗？怼回去，然后呢？他是组长。你要是把你会的那些语言亮出来，他算什么组长？我不想。你到底在怕什么啊，林瑶？我怕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怕被注意到，怕被人挖出过去，怕别人用同情的眼神看我，说：“哦，你就是那个父母出车祸的外交官女儿。”我爸是外交官，我妈是同声传译。我从小跟着他们辗转7个国家，语言天赋是刻在骨子里的。但他们5年前车祸走了。我不想靠这些东西出风头，也不想被人翻出身世来同情。我只想安安静静当个底层翻译，拿死工资，租小房子，养一只猫。年糕，我今天又帮苏婉晴改了47个错误，她还是不知道。
年薪8万，在这个城市，扣完房租、水电和南高的猫粮，每个月剩不了多少。喂，您好，请问是林瑶女士吗？是我。我是万和律师事务所的周律师。关于您父母留下的海外资产清算，有一些文件需要您到所里签字。我说过了，那些东西我不要，全部捐掉。林女士，您父母在苏雷市的账户里……我不要。周律师，谢谢你，别再打了。不是什么重要的人。顾晨舟本人精通德语和印语，他的助理团队还有法语和热语翻译。我们这次谈的是中东市场的供应链合作，涉及阿拉伯语的部分由对方处理，我们只需要做好德语和英语的对接。你有把握吗？当然，我在德国留学3年，这种商务谈判不在话下。苏婉晴的德语确实不错，日常对话没问题。但我翻过他之前的翻译稿，他的商务德有一个致命的习惯，喜欢用直日，不注意德语商务信函中的敬语层级。算了，不关我的事。整理好了，已经全部按照标准整理好了，凑合吧。婉晴，东盛那边提前了，顾晨舟明天下午就到，你准备好了吗？提前了，资料我都看过了，没问题。好，明天你带一个人一起去做现场翻译支持。我带张浩吧，他德语也还行。张浩还在请假。林瑶，你明天跟我去吧。我只会英语，你就负责做记录和端茶倒水，专业的部分我来。就他？放心，郑总，有我在，他只不过是去凑个数。就这样，我被拉去了东盛集团的商务谈判，当打下手的。请问两位是中和国际的吗？是，我是翻译部组长苏婉晴，这是我的助理林瑶。我没纠正他说的话。请稍等，顾总还在开会。林瑶，一会儿进去你就坐边上记录，别乱说话，别出声，听懂了吗？听懂了。还有，称呼顾总的时候要用您，眼神不要乱飘，这种级别的人最不喜欢不专业的表现。好的，我记住了。苏女士，顾总请你们上去。32岁，1.85米左右，脸很冷，不是那种刻意装出来的冷，是真的冷。坐。In der letzten Reservation mit uns wurde in 3 Stellen des Augereiz die Sud-Tarifdaten auf 2020 eindatiert. Jetzt ist es 2024, was bedeutet das? 顾总，那份方案是出版。我用德语问的，请用德语回答。我不想做翻译中转，浪费时间。Dieses Konzept ist die erste Version. Wir werden die Daten aktualisieren. Aktualisierung. Wer von euch hat die neuen Sodrichten für EU-Importe auf dem Nahostmarkt im Jahr 2004 untersucht? Die Änderin der Artikel 3 und 7 befördern direkt ihren Preisforce um 15%. Wissen Sie das? 我知道，因为那份英文背景资料里提到了这个政策变动，我在整理摘要时专门标注过。但苏婉晴显然没仔细看我的摘要。Das muss ich noch mal überprüfen. Haben Sie sich nicht vorrand informiert? 你的德语敬语用错了3次，第一次我没说，第2次我没说，第3次。你知道在商务场合连续用错敬语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要么不尊重我，要么你的水平不够，哪一种？顾总，我很抱歉。如果中和国际就这个水平，我会考虑换一家合作方。不关你的事，你就是来端茶倒水的。这个项目是中韩今年最大的单子，丢了的话，年底可能裁员。第一个裁的就是我这种底层翻译。Herr Gu, bitte geben Sie uns noch 5 Minuten. 他竟然也会德语。Wer bist du? Ich heiße Lin Yao, aus der Überseitungsabteilung der Zhonghe International, Grundposition. Grundposition? Ja, die Hand aushält, Tee kocht und Wasser schält, sowas. 5 Minuten.
Dat der Verreiting ein Findes in Singereitbericht OCP erreicht man das Probich der Geschäft in das Einregender Reirum gegen eine Malsiosverwaltung die Karogen. Deine begrifflichen Fügküsten sind sehr stark. Danke. Die Details lasse ich mich von meinem Rechtsabstaling mit Ihnen abstellen. Lin Yao, richtig? Ja. Für einen Bassesjob bist du zu gut.你骗了所有人！你说你只会英语，我确实主要用英语工作。你今天在里面那是主要用英语的样子。你的德语比我好，你的阿拉伯语从哪儿来的？你简历上根本没有。苏组长，项目保住了，不是吗？你故意的，你故意藏着掖着，等这种机会出风头。你以为你在顾晨舟面前表现一下就能怎样？回到公司，你还是那个基础岗。谈判怎么样？苏婉晴有没有翻车？项目保住了。怎么保住的？他不是……等等，是不是你？回去再说。林瑶，你终于出手了！我不想出风头，真的不想，但我也不想失业。郑总，林瑶在谈判现场越级发言，完全不顾公司的层级秩序。项目保住了吗？保住了，但那是……保住了就行。东盛这个单子值4000万，如果昨天黄了，整个翻译部可以解散回家了。郑总，他骗了公司，他简历上只写了英语，但他明显精通德语，这算不算简历欺诈？他有没有说过自己不会德语？他没有明确说过，但他简历上写了什么语言就只会什么语言。我简历上还没写我会打高尔夫呢，难道我就不会了？行了，回去上班。他的表情告诉我，这件事还没完。林瑶，你的德语水平到底什么级别？还行，日常对话没问题。还行。昨天东盛那场谈判，我听说你全程德语无障碍，还用了阿拉伯语。只是日常水平。日常水平？你知不知道公司招一个像你这样的多语种翻译，年薪至少25万起，你拿8万干了3年。我对目前的薪资没有意见。行，下午2点到会议室来，东盛项目的后续对接需要你参与。陈总，东盛项目是我负责的。你继续负责，但林瑶参与对接，这是郑总的意思。林瑶，你开心了？苏组长，我只是……你只是什么啊？你觉得你昨天出了一次风头，就能跟我平起平坐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在这个公司7年了，从实习生做到组长，你算什么？一个藏着掖着的骗子！你等着吧。听说了，苏婉晴在办公室骂你，你怎么不还嘴？没必要。你心态也太好了。对了，我刚打听到一个消息，东盛的顾晨舟今天上午打电话给郑总，指明要你做后续项目的对接翻译。指明？对，点名要你。苏婉晴气死了吧？林瑶，东盛那边顾总指明要你做后续对接的翻译，从今天开始，你临时调入东盛项目组。好的，郑总。但你的岗位还是基础岗，薪资不变，等项目结束后再评估。好。东盛的供应链项目分3个阶段，初步框架昨天谈完，接下来是细节条款和合同文本的翻译对接。所有文件需要中英德3种语言版本。林瑶，你能同时处理3种语言的版本吗？可以。3种语言？他简历上只有英语，德语水平未知，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昨天的谈判就是他的水平，还有问题吗？你翻这么快，不怕出错？不怕。你最好祈祷别出错。终于完成了。速度和质量都超出预期。林瑶，你这3年到底在干什么？喂，林瑶，是顾晨舟。顾总，有什么事？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是我近3年看到的最准确的德语商务翻译。谢谢。你不是基础岗水平的人，我目前的岗位就是基础岗。所以我很好奇，明天下午东盛有个内部会议，我需要一个会阿拉伯语的翻译到场。这应该通过公司对接。好，可以。你的主人可能要暴露了。来了，今天可能需要你做阿拉伯语和中文之间的同声传译。好的，顾总。苏婉晴如果在场，大概会问我，你的阿拉伯语从哪儿来的？答案是，我在开罗住过1年半，跟一个埃及外交官的女儿做了半年室友。هل تم إعادة خطة شريطة بالفعل؟ Is your company's plan ready? Our plan is ready. ساحد هاني الشركة الصينية مرصود جدا. سنخفض الصهد بنبأ أشهر مع الماطة بعد ذلك، وإذا لم يواعب فسنكون بتبغضلها إلى شركة أخرى. 考虑到我们长期的合作前景，我方愿意提供一个更灵活的方案，每年给予一定优惠。这个方案在数字上看起来比他的预期低，但实际总收益比原方案还高。你还听得懂阿拉伯语？1点。你不只是1点，你刚才听到了他对翻译说的那句话，然后提醒了我。我只是觉得这个信息对谈判有用。如果没有你那句提醒，今天这单最少亏800万。林瑶，你到底会几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你会8种语言？在中核拿8万年薪？你觉得这合理吗？这是我选择的。你有没有兴趣来东盛？年薪我可以给50万起，如果你愿意做国际业务部的负责人，上不封顶。顾总，谢谢你的好意，我暂时没有调槽的打算。暂时？是的，暂时。随时可以改主意。这种名片通常只给对方需要知道你是谁的人。你在干什么？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你电脑没关，我走的时候关了。你今天又去了东盛，是顾晨舟叫你去的吧？是项目对接的需要。什么项目需要你去做阿拉伯语翻译？你简历上也没有阿拉伯语，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苏组长，你在我电脑上看到了什么？我什么也没看到。里面有什么？一些翻译练习，法语、日语、韩语的随手翻译，平时无聊的时候做着玩的。如果他看到了这些，你今天到底去东盛干什么了？苏婉晴下午在办公室发了半天的疯，她翻了你的。我知道。告什么？没证据。算了，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你要不要听？你说。我在行政部管报销单，这半年苏婉晴单独约陈宇飞出去谈工作，一共17次，每次都在城西那个度假酒店。你品？这跟我没关系。当然有关系。苏婉晴这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小心眼儿。她今天翻你电脑肯定不是随便看看，你要当心。但我有种预感，该来的早晚会来。公司发现有员工在入职时未如实填写个人技能信息，要求所有员工更新个人资料，如发现隐瞒或虚报，按违反公司规定处理。这封邮件就是冲你来的。我当然知道，苏婉晴在翻我电脑的时候发现了那些多语种翻译练习，她一定去找了陈宇飞。这封邮件的目的很简单，逼我主动承认自己隐瞒信息，并以此为由给我处分。林瑶，你看到那封邮件了吧？看到了。
你打算更新你的简历吗？还在考虑。我建议你尽快。如果被查出来是隐瞒，性质可就不一样了。谢谢苏组长提醒。不客气。如果你在那里待不下去了，随时。还没到那一步。林女士，很抱歉再次打扰您，但这件事确实需要您亲自处理。您父母的遗产如果6个月内不完成清算，会被自动移交给托管机构。多少钱？您父母在苏黎世的账户余额是470万瑞士法郎，另外还有一处慕尼黑的房产。周律师，我说了，我不要。那林女士，你帮我找一个国际慈善基金，全部捐掉。如果需要签字，你寄文件过来，我签。470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大概3700万，加上慕尼黑的房产将近5000万。我拿着年薪8万的工资养一只猫，我爸妈留了将近5000万的遗产给我，我却不要。这些钱的每一分都沾着他们最后那段旅程的痕迹。飞往日内瓦的路上，为了一个和平谈判项目，我不要。没事，年糕，你的猫粮不会断。今天开这个会，2件事。第一，东盛集团的项目初步对接完成，顾总对我们的翻译质量非常满意，项目奖金下个月发放。第二件，关于员工简历信息更新的事儿，公司的人事制度要求所有技能信息真实完整，如果有遗漏，请在本周内更新。郑总，我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有员工故意隐瞒自己的技能，导致公司在人力资源分配上出现判断失误，这算不算违规？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损失了大量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这种行为够了。苏组长，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对吧？不用绕弯子。是又怎样？是我简历上只写了英语，但我的岗位要求是英语，我一直在完成英语翻译的工作，从未失误。公司花高薪去招德语组、法语组、热语组的人，你会这些语言还藏着掖着，这是不是损害公司利益？苏组长，如果我一个人就能顶所有人，那你的位置在哪？好，那我换个问题，郑总，东盛项目的奖金是按项目组成员分配的吧？林瑶是后来临时加入的，他不应该拿全额。这个婉晴说的有道理，林瑶确实是中途加入的，是我指名要他来。顾总，您怎么来了？来送合同，趁着路过。这个项目的核心谈判是林瑶完成的。初次见面那天，是他在最后5分钟救回了整场谈判。阿联酋客户的会议上，是他用阿拉伯语为我争取到了800万的利润空间。你们公司怎么分配奖金是你们的事，但我建议你们搞清楚，谁才是这个项目的关键人物。还有，这份合同里有一条，后续东盛的所有翻译对接工作，我指定林瑶负责。如果他不在中核了，这份合同自动失效。顾总，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很清楚，这份合同年度金额1.2个亿，对接翻译是林瑶，换人的话，合同作废。林瑶，从今天起你不是技术岗了，那我是什么？翻译部副主任，薪资我们私下谈。郑总，他才来3年，我来了7年。婉晴，坐下，这是公司的决定。Tu mérites une meilleure place。居然会8种语言，年薪8万，干了3年，他是不是傻？你没看到顾腾的那份合同吗？指名要他1.2个亿。苏婉晴的脸真好看，我说的是颜色。法语那句，你听懂了？听懂了。那你怎么想？不急，慢慢考虑。你现在是副主任了，副主任了！婷婷，我要请你吃火锅。先别激动，这个副主任不好当。为什么？因为苏婉晴不会善罢甘休。林瑶，我们谈谈，
你藏了3年，一朝暴露，你觉得你往后的日子会好过吗？你在威胁我，我在提醒你，翻译部的人脉、客户关系、内部资源都在我手里。你一个刚上位的新人，什么都接不住。你想说什么？很简单，副主任这个位置你让给我，你继续做你的对接翻译，拿你的项目奖金。我管部门，你管业务，各取所需。如果我不同意呢？那我就让你知道，在这个公司，能力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林瑶，你法语什么水平？可以用。什么叫可以用？你能不能做品牌级的法语翻译？能。行，这个项目你也接了。是吗？太好了！我们翻译部的林瑶确实非常优秀，好把酒啊！林瑶，法方的人非常满意，他们追加了一个300万的项目，你这个月的奖金我单独批。谢谢郑总。请各位同事注意，翻译部的项目分配应遵循部门流程，不得跳过组长直接接单。林瑶，你真的会8种语言？嗯，你知道你这种人才在翻译行业有多稀缺吗？知道。那你为什么……算了，有一件事我跟你说一下，苏婉晴对你的事很不满，她跟我提过好几次，你最好小心一点，她在公司有些关系。陈总，你跟苏婉晴的事儿……什么事儿？没什么。林瑶，我跟苏婉晴没有你可能以为的那种关系，她升组长是因为她在公司够久，业务够熟，仅此而已。人心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林小姐，这是顾总让我给您准备的办公位。这太大了，我只是来做翻译对接的。顾总说了，一定要给您安排最好的。林瑶，你会韩语吗？会。你到底有什么不会的？不会做饭。林瑶，我第3次问你。来东盛。顾总，年薪80万，国际业务部副总，工作直接向我汇报。80万，我现在的年薪加上项目奖金大概15万。我还是……你不需要现在回答，但你要知道，中和装不下你。东盛集团对我的态度比中和实在是好太多了。林瑶，出大事了！什么事儿？苏婉晴跟郑浩南举报你了。举报我什么？他说你在东盛做翻译的时候，私自向东盛泄露了中和的内部报价策略。他这是诬告，我知道，但他有证据。什么证据？他说他在你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文件，是你和顾晨舟助理方远的聊天记录截图，里面提到了中和的内部报价，可我电脑上根本没有这种文件。他说有，而且他拿去给郑浩南看了，郑浩南让你明天早上到他办公室解释。那份所谓的聊天记录是伪造的，我偷偷看了一眼，对话时间是上周3下午2点，但上周3下午你在公司参加部门例会，所有人都能作证。那他怎么？他把对话时间改了批的，但他忘了一件事，聊天截图右上角有个电量显示，那个电量百分比跟你手机型号的界面不一样，你用的是国产机，那个截图界面是苹果的。苏婉晴用了自己的手机截图，然后下接了我的头像和名字。肖萌，你帮我一个忙。你说，我肯定帮你。你是行政部的，能调到上周3下午的考勤记录和会议室使用记录吗？能，调出来。另外，苏婉晴的报销记录那17次酒店的，你手上有吗？有，你终于要用了。不是用来攻击他的，是用来防身的。如果他咬我，我需要让郑浩南知道他的可信度有问题。
明白。林瑶，苏婉婷举报你私自向东盛泄露公司内部报价策略，这是她提供的证据。你有什么要说的？这些截图是伪造的。你当然会这么说。我可以证明。这是我和方远在企业微信上的所有对话，有服务器备份和时间线。时间对不上。苏婉晴的截图显示对话在周3下午2点，但服务器记录显示那个时间段你们没有任何对话。他可能删了。企业微信有服务器备份，员工端删除后服务器仍然保留。另外，上周3下午2点到4点，我在公司参加翻译部例会。还有，这张截图的手机界面是 iOS 系统，我用的是安卓。苏组长，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这说明不了什么。我入职3年 ，IT 部门的设备绑定记录显示，我从未使用过苹果手机。这些截图从来不在我的电脑上，因为他们是你自己做的。请，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陈总，你说句话呀！强，这件事你做的太过了，伪造证据诬告同事，严重违规。婉晴，你的组长职务即刻撤销，年终考核降1级。林瑶，你满意了？苏婉晴，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找我的麻烦，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你。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在招惹我。你会8种语言，你藏了3年，像个笑话。林瑶，关于你的情况，我应该更早重视，公司亏待你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你现在的副主任职位，薪资调整到年薪25万，另外，东盛项目的绩效奖金单独核算。好。还有一件事，顾晨舟是不是在挖你？他提过。你怎么想？我目前还在中和。他知道留不住我，整个公司都知道留不住我，但暂时我还没想走。请问谁是林瑶？我是。你好，我是华西传媒的制片人邱晓彤，我们想找你合作。怎么找到我的？业内推荐。你最近做的东盛和法国品牌项目在圈子里引起了一些关注。具体什么项目？一部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纪录片，需要覆盖5种语言。我们找了3家公司都做不到，直到有人跟我说，中和有个女孩会8种语言。谁跟您说的？顾晨翔，他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投资人之一。这个项目的顾问费是多少？20万1个月，预计周期3个月。邱总，我需要考虑一下。当然，但这个项目下个月开始，拍摄地点在中东和欧洲。如果你接了，需要出差2个月。苏黎世账户，慕尼黑房产，巴黎16区小公寓，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近6000万。我爸说，你能听懂一个人的母语，就能听懂他的心。我妈常说，语言是最好的桥梁。他们把全世界的语都刻进了我的血液里，然后他们走了。每说一种语言，我都会想起他们，而我不想打开这些记忆。华旗那边的邱总找你了？找了。你为什么要帮我介绍这个？因为你需要走出来。你不了解我。我知道你父母是外交官，我知道你的背景。你调查我了？在决定跟谁合作之前，我会了解对方。林瑶，你父母是了不起的人，你不需要为了逃避他们的影子，把自己封在角落里。华旗的项目去看看，丝绸之路，你父母走过的地方，也许你该自己也走一遍。郑总，我需要请2个月的假。什么事？有个纪录片项目找我做翻译顾问，需要去中东和欧洲。2个月？东盛的项目，东盛第2阶段的翻译稿我已经全部完成了，第3阶段要到3个月后才启动。你是要辞职？我只想请个假，郑总，我会回来的。好，给你批2个月。林瑶，你回来之后位置还在。谢谢郑总。你要出差？嗯。去多久？ 2个月。
你知道吗？我7年前入职的时候也是只会一门语言，后来我在职学了德语，拿到了 C1 证书，从实习生做到组长。我以为我很努力了，你确实很努力，但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在我上面了。8种语言，凭什么？凭我的父母，他们用命换来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栋楼里住了。你也在这个航班？东盛在迪拜有业务，你的纪录片项目第一站不就是迪拜？对，巧了。是挺巧的。商务舱很空，为什么坐这儿？商务舱不坐多了，想体验一下经济舱。你父母留给你的那笔遗产，你连这个也知道？律师事务所跟我们合作过的，周律师在同行里念叨过一个不肯继承遗产的客户，业内就那么大。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算全世界，就我一个人关心。8种语言，6000万的遗产，3年的承诺。我不知道这趟旅程会带我去哪里，但我终于开始走了。你就是林瑶，会8种语言那个，来，先翻一段我试试。كل شيء في الحديث هو الوقت، فإن الوقت هو المولود الأول. 行了，就他了，比那3家翻译公司加起来都强。أنت سني؟ يبدو أن لها أعرب تنطق وكانها تتعلها في القغيرة. نعم، أشتس في الغيرة كم دا كنت صغير. اللقى عربة في القاهرة تدوق نسم النال جميلة. 当一名游客买下一枚老银饰，古老的丝绸之路便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那些跨越山海的物件，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文明交流的信物，诉说着1000年来从未中断的连接与友谊。我的父母当年在做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啊！吃了吗？正在吃。迪拜的饭不太合中国人胃口。如果你想吃中餐，朱美拉海滩那条街上有一家四川火锅。顾总，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关心你。我不需要关心，谢谢。好，不关心了，拜拜。林姐，谁的电话？男朋友的？不是，客户。客户会问你吃没吃？多管闲事的客户。La route de la soie n'est pas un chemin, c'est un dialogue. Des personnes par biais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s'assitient ensemble et échangent confiance à travers des marcheneries. 不同语言的人坐在一起，用货物交换信任。我爸也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你走之后，公司裁了法语组和西语组，因为郑浩南说有你一个人就够了，7个人因为你失业了，你开心吗？林瑶，别信苏婉晴的鬼话，法语组和西语组裁员跟你没关系，他在故意恶心你。我知道。你还好吗？挺好的。年糕很好，胖了1圈。你快回来，我要养不起了。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Lufthansa. 柏林，纪录片的第3站。我12岁那年在这里住过1年。在柏林有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了一批明代的瓷器，据说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的。这批瓷器的主人是一位中国外交官，5年前去世了。他的女儿继承了这批收藏，但一直没有露面。那位外交官叫什么？林振国。林振国，我爸的名字。您说这批瓷器现在在哪里？据我所知，在柏林的一个私人仓库里，保管费已经由一家瑞士律师事务所代付了5年。周律师，原来除了钱和房产，我爸还留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到柏林了？嗯。你怎么了？声音不对。没事。我在柏林，今天下午飞过来的。你有空的话。你为什么每次都出现在我在的地方？周总那里，这是我投资的项目，我有权看，那叫关注，不叫跟踪。我发现了我爸留的一批东西，
瓷器，在柏林的一个仓库里，我之前不知道。需要我陪你去看看吗？好。与小瑶同行。2008年，那年我8岁。等爸爸看完这个小摊就去。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我爸记得。他不仅记得，他买下了这些东西，一件一件从丝绸之路的各个角落带回来，标好标签，放在这个仓库里，替我保存着，等我来拿。我以为只要不碰那些记忆，就可以假装父母没有离开，但他们一直都在，在每一种语言里，在每一个标签上，在每一件瓷器背后的故事里。你爸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知道。那你应该做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年薪8万的工位上。周律师，遗产的事我来处理。林女士，您终于……苏黎世的账户和房产按原来的方案捐出去，但柏林的那批瓷器我留下。明白了，太好了。还有一件事，我爸有没有留过什么信或者文件给我？不是法律文件，是私人的。有封信，他注明了在女儿来取瓷器的时候交给他。麻烦把信寄给我。小瑶亲戚。小瑶，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我们走后，你大概会把那些语言也一起封起来，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我们的故事。但是小瑶，你妈妈用一辈子架桥，我用一辈子种下种子，你就是那座桥，也是那颗种子。不要把自己缩在暗处，发光吧，然后去做你应该做的事。爸爸永远爱你。爸爸。我爸说的对，语言不是枷锁，是翅膀。林瑶，你一个人干了5个翻译组的活，我拍了30件纪录片，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这部纪录片如果没有你，至少要多花200万请翻译团队。敬林瑶。谢谢大家。终于回来。胖成这样了，他自己要吃的，我拦不住。林瑶，翻译部主任的位置空着，这个位置还是你来。年薪多少？35万。好，就这样，我从年薪8万的基础岗，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做到了翻译部主任的位置。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对我有疑问，一个藏了3年的人，凭什么一下子当主任？我不解释，从今天开始，用成绩说话。每个人的翻译稿我会亲自校对，我的标准只有一个，准确。做不到的，我教你。好严格。翻译不是文字游戏，一个贸易合同里翻错一个数字，可能就是几千万的损失。严格是基本要求。林主任，你真的会8种语言吗？能教我吗？我想学法语。可以，每天下班后半小时，我给你补。太好了！第2天，报名跟我学语言的人就变成了5个。1个月之内，翻译部的整体质量提升了1个档次。林主任，恭喜升职。谢谢。35万。我之前可是说给你开80万。我知道。你还不考虑？暂时不，但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名片、华旗的项目、柏林那天，你不用谢我。
那些不是帮助，那是什么？是我想做的事。周末有空吗？干什么？吃饭。不谈工作，不谈项目。好。这家的刺身是全城最好的，我吃过全城所有的日本料理店。我法语学了一半放弃了，语法像迷宫。其实法语的语法是最有逻辑的。你教我。顾总，你请我吃饭是为了让我教你法语？不是，我请你吃饭是因为我想见你。林瑶，我说话比较直，从柏林那天开始，或者更早，从你在东盛第一次开口说德语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我不想错过的人。顾晨舟，你是东盛集团的总裁，我是中和的翻译部主任，我们的世界不一样。我的世界里现在只有你，我每天都想见你。你这个人说话也太什么？太直了。你不喜欢？没说不喜欢。明天我出差去韩国1周。好。你会想我吗？不会。说谎。一点点。别那样看我，意思大概是你完了。小瑶，你是郑国的女儿小瑶。张伯伯，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翻译顾问，5种语言。小瑶，你爸妈在天上一定很骄傲，你的阿拉伯语，你爸那个开罗腔，我一听就认出来了。小瑶，你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他说，小瑶会是比我更好的乔。更好的乔。纪录片我看了，你的翻译不只是在翻译，你在传递情感。我爸说过，听懂一个人的母语，就能听懂他的心。你做到了。林瑶，东盛明年要成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部，专门做跨国文化项目。我需要一个负责人。你又来挖我？不是挖，是为你造一个位置。你不适合只做翻译，翻译是工具，你应该用这个工具去做更大的事儿。你爸收藏的那批瓷器可以做一个展览，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用你的8种语言讲给全世界听。年薪多少？你说个数。你很有钱，但我不想占你便宜。那我占你便宜。什么？做我女朋友，不要工资了。顾晨舟，开玩笑的，年薪100万，外加项目分红。但是女朋友那个也是认真的。我考虑一下。工作还是女朋友？都要考虑。给你3天。1周。5天。成交。2天后我就给了答案，2个都答应了。林瑶，你是中和历史上最被低估的员工。郑总，也是您给了我机会。机会是你自己挣的。话说回来，年会那天我用德语说的那句话，涨薪70%，你当时就听懂了吧？听懂了。那你为什么不算了？祝你一切顺利。谢谢。我是第1任负责人，第1个项目从我父亲开始。林女士，您精通8种语言，但据说之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了3年基础翻译，年薪只有8万，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能力？因为我在逃避。每种语言都连着我父母的记忆，
我以为藏起来就不会痛，但后来我发现，语言不会因为你不说就消失，它一直在你的血液里，等着你开口。是什么让您最终决定开口的？一封信，我爸写的。他说：“发光吧，然后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你怎么来了？我在新闻上看到的，你爸收藏的很漂亮。林瑶，我欠你一句道歉。我嫉妒你，从你第一次开口说德语那天就嫉妒你。我花了7年才爬到组长的位置，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站在我上面了，我接受不了。所以你选择了诬陷。是，然后我自食其果了。离开中和之后，翻译公司的那个德语合同，你听说了吧？因为你以前帮我改稿子，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等你不在了，我才发现。苏婉晴，你的努力不是假的，你只是在某些时候选错了方向。你不恨我？过去了。你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以前的我连自己都不敢面对。展览很好，你爸一定很高兴。累了，有一点。不要习惯一个人扛。这不是求婚，别紧张。定制的，因为你说你爸说过，你是那座桥。等等，这是9种语言。对，第9种是俄语，我学了3个月就学了一个词，压溜不溜体面。顾晨舟，你这人怎么？太会了。我只对你。今年营收又涨了30%，你今年的年薪应该调了。多少？你说。1块钱。认真的。剩下的拿去成立一个奖学金，扶助学语言的年轻人，用我爸妈的名字入名。好，林振国、陈映雪语言奖学金。你怎么知道我妈叫什么？我是你老公，我还不知道你妈叫什么。那个时候的我，精通8种语言，年薪8万，养一只猫，拒绝5000万的遗产，把自己藏在最深的角落里，以为只要不说话就不会痛。我爸在信里写：发光吧。我花了很久才学会发光，但还好，我学会了。